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大内9事件。在核辐射下，2位受害者分别在治疗221天和83天后离世。这2起悲剧的发生，让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核安全这一沉重话题。而1999年3月30日，日本关东地区东海村发生的核能临界事故，更将核辐射的恐怖与核工业违规操作的代价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东海村的核工业发展史始终伴随着争议与隐患。1956年，日本政府决定在此设立原子力研究所，遭到民众强烈反对。10年前，原子2字给日本留下的战争创伤尚未愈合，但10年后，不顾民众抗议，东海核能发电厂仍在此落成，成为日本首个核能发电厂。电厂的运营让东海村从农业村落转型为工业重地，村民收入显著提升，反对声渐弱，更多核相关设施随之落地，其中便包括负责制造核能发电原材料的 JCO 都市会社。JCO 的核心业务是将天然存在的低浓度铀矿8氧化3铀粉末加工为发电厂所需的高浓度2氧化铀粉末。理论上，该过程需将8氧化3铀粉末与硝酸分批次倒入溶解塔，后续步骤通过自动化操作完成。硝酸铀先再经缓冲塔缓慢注入沉淀槽。为防止超临界反应，溶解塔与缓冲塔被特意设计成细长管道结构，从物理层面控制反应风险。要理解这场事故的严重性，首先需明确临界反应的原理。原子弹的核心是中子撞击重原子核，如铀负235，钚负239，释放巨大能量的同时弹出更多中子，引发不可控制的链式裂变反应。而临界反应则是通过水石墨降低中子速度，或用控制棒吸收过剩中子，将这一过程变为可控状态。临界反应中，铀的浓缩度通常为 18.8%， 最高不超过 20%， 远低于原子弹所需的 90% 以上浓缩度。但一旦出现铀堆积过高、中子过剩或移动速率过快的情况，便可能引发超临界反应，释放致命辐射。自1979年成立以来， JCO 一直遵循标准流程生产，但1995年后为追求效率，公司开始违规操作，将原本应倒入溶解塔的 2.4 公斤8氧化3铀粉末与硝酸直接倒入10升不锈钢桶内反应，省去了溶解塔环节。或许是低浓度铀的特性，这一违规操作在4年间未发生事故，逐渐被公司默许。1999年夏天，因产能增长需求， JCO 面向东海村招募了一批新员工，却未对其进行专业的核安全培训。这些新员工甚至不清楚工作中存在核事故风险，为后续悲剧埋下了致命隐患。1999年9月30日，这一天被日本原子能产业协会永久记录为黑暗之日。当天，由大内9小原理人2位操作员和组长横川丰组成的3人小组，在进行浓缩铀制备工作时，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，省去缓冲塔步骤，直接向沉淀槽注入反应物料。这是他们首次尝试该违规操作。打开沉淀槽取样孔，插入漏斗固定后，小原理人将不锈钢桶内的硝酸铀酰反复注入6次，直至第7次注入时，一道蓝色的死亡之光骤然亮起。这正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出现过的切连科夫辐射，标志着超临界反应已然发生。此时，沉淀槽内的铀含量已达 16.6 公斤，远超每批次 2.4 公斤的安全上限。整个沉淀槽变成了一个裸露的原子反应堆，大量伽马射线疯狂外泄。上午11点15分，科学技术厅收到 JCO 关于临界事故可能发生的报告，但 JCO 向消防部门通报时未明确说明是临界事故。彼时多数人对临界事故毫无概念，消防人员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赶赴现场，不少人因此受到轻微辐射。11点52分，距离作业区最近的大内9小原理人和横川丰被紧急送往千叶县放射医疗研究所救治。12点30分，在未收到县政府、JCO 或管控中心任何避难指令的情况下，东海村村长村上达也果断自行下达室内避难指令，为减少辐射伤害争取了宝贵时间。12点40分，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收到第1份临界事故报告，随后通过电视号召周边居民不要外出。当局迅速启动3级避难方案，对事故现场350米内约40户居民强制避难，500米内居民建议避难，10公里内居民要求室内避难。事故处理的核心难题是如何终止沉淀槽内持续的临界反应。沉淀槽为双层结构，夹层中的冷却水本是为控制温度，却会反射近70%中子，反而加剧了临界反应。当务之急是排放冷却水，并向沉淀槽注入能吸收中子的硼酸水，但操作需近距离接触辐射源，操作人员必然会遭受辐射。最终，责任方 JCO 组建了8人应急小组，每2人1组，每组仅允许在现场操作1分钟。经过多轮接力，终于在次日上午8点50分确认临界反应终止。
然而，这场与死神的较量远未结束，3位受害者的救治过程成为了人类对抗强辐射的悲壮试验。2001年5月13日 ，NHK 基于大内久家人的愿望播出了他的治疗纪录片，让世人首次直面强辐射对人体的毁灭性冲击。大内久遭受的辐射剂量达16至23西弗，是普通人每年容许上限的2万倍。最初，大内久仅表现出严重腹泻、意识障碍等类似发烧的症状。3天后转院至东大医院时，精神状态尚可，不少护理人员误以为他能康复，但经验丰富的医师深知，强辐射已穿透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染色体被彻底破坏，排序混乱、断裂，甚至与其他染色体粘连。从生物学角度而言，他的细胞已失去正常增殖能力。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白细胞数量急剧下降，不足常人的1/10，身体防御机制完全停摆，极易遭受细菌和病毒入侵。第6天，大内久被转入无菌病房，医师制定的唯一治疗方案是移植能制造白细胞的细胞。他的妹妹成为捐赠人，手术历时9个多小时，但辐射的破坏仍在持续。第7天，他的毛发、指甲开始脱落，全身呈现烧伤状，医护人员覆盖的医用胶带撕下时，会连同皮肤一起脱落。每一次换药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嘶吼。第11天，肺部积水导致呼吸困难，医师切开气管接入人工呼吸机，他虽意识清醒，却再也无法与人交流。第18天传来一丝希望，妹妹的细胞在她体内存活，象征女性染色体的粉色荧光点出现，让众人看到一线生机。但好景不长，1周后，妹妹细胞的染色体因持续辐射出现变异，存活希望破灭。第27天，内窥镜检查显示她的肠道黏膜大量死亡，出现严重腹泻，每日腹泻量超3升。此后3周，肠道开始出血，体表渗出体液与血液，每日流失水分达10升，全身需用纱布覆盖。换药时只能通过强效镇静剂让他陷入沉睡，人造皮肤移植也因无法附着而失败，眼睛极度干燥易出血，血泪直流的场景让不少医护人员不忍直视。治疗近2个月时，大量出血与输血让大内久的心脏超负荷运转，心率持续维持在每分钟120次以上，如同始终处于马拉松状态。第59天，生理监视器一度呈直线，经3次心肺复苏后恢复稳定，但大脑与脏器已严重受损，彻底失去意识，只能依靠机器与药物维持生命。此前意识清醒时，他曾多次表示想回家，不要再治了。而日本法律允许的紧急避险，为缓解剧痛终止生命、于尊严死、停止无意义续命治疗，他均已符合条件，但医师未停止治疗。一方面，这是研究强辐射伤害的罕见案例，另一方面，政府需向公众展现积极救治的态度。第65天，大内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免疫细胞失控扩张，无差别攻击体内细菌、病毒与妹妹捐赠的白细胞，最终白细胞数量趋近于0。第81天，医师向家属提议，若再次出现心脏停跳，便放弃抢救，家属表示同意。第83天，医师撤下大内久脸上的纱布，让他的妻儿见最后一面。当晚，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尸检报告显示，他全身肌肉纤维几乎荡然无存，唯有心脏保留完整肌肉组织，这也成为他为核工业从业者留下的宝贵研究遗产。与大内久一同受伤的小原理人遭受的辐射剂量为6至17西弗，虽低于大内久，却接受了不同的脐带血移植治疗方案。强辐射治疗尚无统一标准，医师只能尝试不同方法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仍在治疗221天后，于2000年4月27日离世。组长横川丰遭受的辐射相对较轻，接受了颗粒性白细胞生长激素与骨髓治疗，最终在1999年12月20日康复出院，成为3位受害者中唯一存活的人。这场临界事故的代价远不止生命的逝去。2003年3月3日，水户地方法院对 JCO 处以罚款，包括横川丰在内的6名公司高层及相关人员被判处有罪。事故影响范围内的农产品、加工品遭遇退货潮与价格暴跌，旅馆观光设施的预订被大量取消。1年内 JCO 收到约8000件损害赔偿申请。万幸的是，由于事故中铀浓缩度仅为 18.8%， 未引发核爆炸，且村长村上打野的避难指令下达及时，未对周边居民造成严重健康影响。大内久的妻子在他离世后，与主治医生前川医生联名写下一封信。或许这是极为悲观的看法，核能这种东西只要尚未得到完全的控制，或许依旧会发生同样的事故。说到底，我对人类所行之事的不信任感难以消除。若从事核能相关行业的人无法保全自己，那么我希望用我丈夫生命换来的教训，能在医疗领域中挽救那些面临同样不幸的人。值得澄清的是，网络上流传的多张大内久病床照片并非其本人。
由于他一直在无菌病房接受治疗，且自身已成为辐射源，医生为避免辐射扩散与感染风险，并未进行拍照记录。网络上那些令人恐惧的照片多为烧伤病人影像，虽与大内9的体表烧伤症状有相似之处，但并非真实记录。东海村事故用3条生命的代价警示世人，核工业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。违规操作、培训缺失、应急不力，每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。而大内9用生命换来的医疗研究数据与安全教训更应被永远铭记。唯有敬畏生命，坚守规则，才能让核能真正服务于人类，而非成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